今天我们来聊聊一桩震惊全球的机密文件外泄事件，它揭开了中共权力顶层家族隐秘海外资产网络的冰山一角。这就是在2016年引发国际轩然大波的巴拿马文件事件。巴拿马文件的曝光，使得许多国家领导人和权贵的秘密财富浮出水面，动摇了多国政坛。在冰岛，首相因此引咎辞职；在英国，时任首相为其家人的离岸信托问题饱受质疑；在巴基斯坦，甚至引发总理下台。然而，当目光转向中国，面对这份揭露权贵离岸财富的报告，却是一片诡异的沉默。为什么这场席卷世界的风暴到了中国就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中共顶层家族究竟通过哪些手段将惊人财富转移海外？巴拿马文件曝光的始末隐藏着怎样的权钱秘密？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揭开这背后的层层迷雾。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到底什么是巴拿马文件。2016年春天，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联合多家媒体公布了一批从巴拿马一家律师事务所外泄的机密档案。这家名叫莫萨克冯塞卡的律师事务所，专门帮富人权贵在全球各离岸金融中心设立空壳公司，离岸账户以隐藏财富。外泄的资料庞大无比，包含了1150多万份文件，记录从1970年代以来全球21万多家离岸公司的秘密资讯。这起泄密事件被称为巴拿马文件，迅速引发世界各地对权贵葬父行为的愤怒。文件显示，全球至少有72名前任或现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他们的家人牵涉其中。许多平日隐秘的权势人物都被曝光出利用境外避税天堂存放资产的惊人事实。例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位密友被揭露转移巨额资金至海外账户。英国前首相卡麦隆的父亲多年来透过离岸基金避税。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多国领导人的亲属名下都出现了秘密公司。这些名字和数字串联起来，仿佛描绘出一张全球权贵隐匿财富的地下地图。人们震惊地发现，原来权力与金钱在背后交织出如此复杂的网络。然而，在这份长达数百万页的文件中，有一个国家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中国。在这场全球离岸财富曝光风暴中，中国的红色权贵阶层赫然在列，而且规模令人啧舌。根据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的披露，巴拿马文件中点出了至少8位中共现任或前任最高领导人的直系亲属名字。换句话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大人物，他们的家人都出现在这份离岸公司名单之中，其中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时任政治局常委兼宣传沙皇刘云山的儿媳贾丽青，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女婿李胜波，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前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外孙女李子丹，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胞弟曾庆怀，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及其法国商业伙伴，以及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的儿子田成刚等等。这份名单横跨了中国几代政治权贵，从习近平这样的现任最高领导人家属，一直到毛泽东、邓小平那一代元老的亲戚后代。例如毛泽东外孙女婿陈东升，邓小平外甥女厉小兵等都牵涉其中。可以说，中共的红色贵族们在离岸金融世界中排队现形，勾勒出一幅权钱交易、家族致富的惊人画面。那么，这些中共顶层家族到底是如何利用离岸公司隐藏财富的呢？让我们从几个典型案例说起。首先，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亲属。巴拿马文件显示，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早在2009年就以唯一董事和股东的身份，在英属维尔京群岛 BVI 注册了2家空壳公司。离岸公司的好处在于股权结构隐秘，资金转移随意，适合用来藏匿财产。更令人玩味的是，有文件显示，直到曝光时，邓家贵的这2家 BVI 公司都没有注销或停止活动的记录，也就是说，他们很可能一直处于运作状态。虽然我们无从直接得知这些空壳公司底下藏了多少资金或资产，但不妨透过其他蛛丝马迹来推测习家可能的财富版图。中国首富之一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曾公开提及，
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及邓家贵之妻和邓家贵夫妇曾是万达集团的早期股东，在万达集团上市前将所持股份转让给王健林，这意味着习主席的姐妹一家可能透过这笔投资获利丰厚。而就在习近平上任前后，这对夫妇又陆续出售了名下的国内投资，把股份转给亲信或商业伙伴。有人猜测，这些举动是在习近平开展反腐运动，强调官员家属不得谋私利的大背景下，习家主动低调退出一些国内生意，以免惹人注目。但是，万达股份套现所获得的巨额资金究竟流向何处？会不会就停泊在那两家维尔京群岛的离岸公司账下？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毕竟，离岸公司账户如同一个个远离中国监管视线的保险箱，可以轻易将资金转移出境而不留痕迹。再来看看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的故事。李小琳在中国有电力一公主之称，她长期担任国家电力企业的重要领导。李家族在国内经商版图庞大。巴拿马文件揭露，李小琳曾利用自己持有的香港特区护照，避开了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对政治人物身份的尽职调查，在欧洲小国列支敦士登注册成立了一家名为 Foundation Silo 的基金会。香港护照显示他非中国内地公民身份，使律师楼没有识别出他是中共前总理的女儿。透过这样的安排，李小琳成功将部分资产转移到欧洲的离岸信托架构下。列支敦士登以金融保密著称，基金会形式又比个人账户更隐蔽，这等于为李家的财富穿上了隐身衣。公开资料显示，李小琳曾在境外设立多家公司，管理巨额财产。有专家指出，李小琳名下公司运作的资金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其中1000多亿资金都是先从中国转到香港，再通过离岸公司流向海外。可以想见，像李家这样的红色家族早已将财富布局在全球各个角落，从瑞士银行账户到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从香港的信托基金到欧洲的小国避风港。巴拿马文件不过是让冰山露出了一角而已，许多更庞大的资产转移很可能隐匿在巴拿马文件之外的黑暗水面下。接下来不得不提的是，前中共政坛大佬贾庆林的外孙女李子丹。贾庆林曾是位居第4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掌管全国政协，权倾一时。他的外孙女李子丹年纪轻轻，却在离岸金融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巴拿马文件显示，李子丹在2010年还在美国史丹佛大学念书时，就已成为2家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的唯一股东。更具戏剧性的是，这2家空壳公司的前任股东是一位香港富豪，被称为钟表大王的郑裕鹏。2009年，郑裕鹏的公司在 BVI 注册，不久后郑裕鹏以象征性的$1美元代价，将这家公司全权转让给李子丹。据郑先生的律师解释，转让时该公司只是个空壳，并无资产，因此象征性售价$1美元合理。但这桩交易本身就令人寻味，一位香港富豪无偿将一家公司拱手让给一个19岁的女孩，只因为朋友介绍，这位女孩的外公正是中共顶层高官，难免让人怀疑这些离岸公司是否早已在为权贵家庭做好安排，只等年轻一代名正言顺接手，好将长辈们的隐匿财富安全传承。李子丹事件充分体现了红二代、红三代们如何利用离岸金融工具未雨绸缪。在国内，他们或许低调从政或从商，但在海外的公司注册名单上，他们早已为家族资产预留后路。正如人们所说，红色贵族的权势不仅在中国境内呼风唤雨，他们的财富触角更是早已深植全球。此外，巴拿马文件还曝光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权贵家族离岸操作手法，例如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儿媳妇贾丽青也名列其中。刘云山在习近平第1个任期内掌控意识形态和宣传，他的儿媳贾丽青其实大有来头，是前公安部长贾春旺的女儿。这样一门双重红色背景的亲家出现在离岸公司名单里，一点都不令人意外。据调查，贾丽青通过境外公司持有资产，其目的可能是为刘家和贾家2大家族的财富进行海外配置。同样的，
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女婿李胜坡也在文件中曝光。李胜坡的父亲是香港上市公司信义玻璃的董事长李贤义，是一位身家巨富的商人。张高丽这位掌管中国经济和基建命脉的高官，将女儿嫁入港商豪门，本就是权钱结合的典型案例。而他女婿名下的离岸公司，是否同时扮演着张家与商界之间资金往来的桥梁，也引人联想。离岸公司或许为这些官商联姻家族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财务隔离带，让政治影响力可以悄然转化为私营财富而不被察觉。还有一些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红色权贵及其家人，同样在离岸世界留有印记。曾经的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被视为江泽民时代的权势人物，其胞弟曾庆怀也出现在离岸公司董事名单上。曾庆红家族在中国能源、地产领域揽富颇深，传闻资产庞大。曾庆怀过去主要从事文艺和商业活动，看似与政治无涉，但作为曾家代表，他参与境外公司运作，可能帮助家族将部分资金转出。在巴拿马文件里，曾庆怀和另一位红二代田成刚一同担任某离岸公司的董事。田成刚是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的儿子，两位红色家族后代共同出现在同一家公司，耐人寻味。这或许暗示着中国权贵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联盟，不同高官家族之间也许会合资经营某些生意。离岸公司正提供了这样一个隐秘的平台，透过共同的海外投资，红色家族们彼此捆绑，形成一张跨家族的权钱关系网。正因为大家都有所牵连，更增添了他们在政治上守望相助，在经济上互相照应的动力。毕竟一荣俱荣，一损可能就俱损，这张关系网越密实，外人就越难刺破其中的秘密。另外值得一提的案例是已倒台的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之妻谷开来。薄熙来案发前曾是声势显赫的政治明星，后因贪腐和涉及谋杀等罪名2013年被判无期徒刑。而他的妻子谷开来亦因谋杀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案被判死缓。早在薄熙来出事之前，谷开来就被传拥有巨额海外资产。巴拿马文件提供了谷开来海外财产的重要线索。文件显示，谷开来透过法国商人帕特里克·德维利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离岸公司，曲线持有法国南部的一座豪华别墅。这栋卧虎藏龙的法国别墅当年在薄熙来倒台时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原来谷开来为了隐藏这处海外豪宅的真正主人，精心设计了一系列中转。先是让德维利耶先生作为离岸公司代理人购入别墅，自己在幕后控制。后来此事败露，才终于查明别墅实际为薄熙来夫妇所有。可以想象，在中国国内高调宣传反腐倡廉的同一时期，一些高官家庭却早已将赃款换成海外豪宅，存在境外账户，美其名曰为子女留学生活提供保障等等。谷开来案件甚至牵扯出人命。英国商人海伍德据信就是在协助他转移资金时，因利益冲突而惨遭毒手。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从一个极端角度揭示了红色贵族转移财富的内幕。金钱游戏玩到如此地步，连性命都成了筹码。离岸资产网络背后是权力、金钱与危险的交织。对于这些身居高位者来说，海外资产仿佛既是他们权势的象征，也是他们的软肋。一旦被揭露，舆论风暴和政治风险将接踵而至。巴拿马文件的曝光无疑戳中了中共高层最敏感的神经。文件一出，中国境内舆论场便迅速被全面封锁。就在全球媒体争相报道各国政要上头条的时候，中国的大众媒体对此事集体失声。新浪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上，巴拿马文件几个字很快成为违禁词，被搜寻屏蔽。大量网民转发外媒相关新闻的帖子被秒删，不少账号因讨论此话题而遭到禁言，甚至就连单纯提及巴拿马这3个字都可能触发审查机制，可谓风声鹤唳。一些机警的网友用谐音巴拿马来试图躲避审查，但也很快被发现封堵。在中国大陆，各大主要门户网站新浪、网易、搜狐、腾讯、凤凰等等
原本转载的相关新闻被大量删除，只留下寥寥官方通稿或干脆没有消息。官方明显祭出了舆论维稳的大手笔，务求将这场风暴阻挡在国门之外。中国政府为何如此紧张？从巴拿马文件披露的内容来看，不难理解其中缘由。因为这些被点名的离岸公司持有者涉及的都是中共最顶尖权力家族，而这些年中共在国内大力宣传反腐倡廉，习近平更是以打虎拍蝇、整肃贪官作为政绩。倘若让国人知道，正是这些号称一身正气的高层家族将巨额财富偷偷转移海外，岂不是当众撕下了当局清廉自律的面具？正如有评论指出，巴拿马文件揭露了中国领导层的伪善，让民众过去的种种怀疑被证实为真。这对中共当局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公关危机。一方面，它动摇了反腐运动的道德高地；另一方面，若处理不当，还可能引发体制内权斗的诱因。因为一旦有人试图借此打击政敌，势必牵连甚广，最终反噬自身。于是，对当局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装聋作哑，全力封锁消息，让国内民众对此一无所知。也难怪有观察人士形容，中共高层这次选择了集体沉默，谁也不点破，谁也不追究，在高层内部形成一种微妙的默契。毕竟大家心照不宣，如果揪出哪个家族来严查，那其他家族恐怕也无法置身事外。与其玉石俱焚，不如维持现状，把这件事当作没发生过。正因如此，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一位中国高层人物因巴拿马文件中的内容而接受调查或受到处分。与冰岛、巴基斯坦那些国家领导人因丑闻下台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权贵们依然稳坐泰山，风暴在他们头顶无声掠过。回顾巴拿马文件在中国发酵的过程，可谓高开低走。事件曝光初期，国际媒体大肆报道，海外中文媒体也纷纷转载分析。许多关心时政的中国公民通过翻墙了解到这一消息，一时间议论沸腾。然而中国官方的回应却极其简短而敷衍。在事件曝光的几天后，外交部发言人被问及此事时，只是表示不做评论。随后在另一场合，时任外交部长王毅对外国记者的提问也仅以一句所谓的文件我们也在看，需要把事情搞清楚带过。可以说，这算是中国政府对巴拿马文件唯一一次公开表态，而且内容空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一场涉及中国权贵巨额海外资产的丑闻，就以如此轻描淡写的方式被官方盖棺论定了。对内，除了严密封锁消息外，官方媒体还在调门上刻意淡化。环球时报等官媒发表评论，暗示巴拿马文件是西方势力的政治工具，称西方媒体特意渲染中国领导人亲属的部分带有意图抹黑中国的动机。也有官媒强调，文件所涉离岸公司本身并不违法，没有证据显示这些领导人亲属有任何不当行为，要求民众不要被境外舆论带节奏。总而言之，官方一方面把消息掩盖，另一方面引导舆论质疑文件的公正性，以维护高层领导的声誉。那么，在中国国内，巴拿马文件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从表面上看，影响似乎微乎其微。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由于信息渠道受限，对此事知之甚少，或仅仅听过，好像有那么回事，却不清楚细节。被点名的权贵家族们继续各司其职，习近平依然高调反腐，刘云山、张高丽等在任常委依旧出席各种活动，退下来的李鹏、贾庆林等人则安享晚年，其子女照旧在商界呼风唤雨，仿佛那份泄密文件从未存在过。但在幕后，巴拿马文件对中共权贵阶层的震动绝不会为零。事实上，它犹如当头棒喝，让高层更加警觉，也更变本加厉地防范此类信息泄露。据传，在巴拿马文件之后，中南海进一步强调了对官员家属经商持股情况的监控。习近平在当年年底还特地提醒政治局成员，要严格教育和约束配偶子女，不要利用家族影响谋取私利。虽然这些话听来冠冕堂皇，但结合当时背景，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巴拿马文件
给中共领导层带来的压力，他们必须做出一些表态来稳住公众和党内人心。然而，这种请贵族们自律的喊话，对阻止权贵转移财富并无实质作用。毕竟，真正庞大的利益早已在海外秘而不宣，反腐枪打的永远是那些失势的老虎，而非自己人。实际上，早在巴拿马文件之前，有关中共高层家族巨额海外资产的传闻就不绝于耳。一些调查报道和早期的资料外泄曾揭示，中共权贵纷纷透过亲属在海外设立公司、购置房产。2014年年初，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就发布过一份针对中国离岸金融的调查，当时被称为中国离岸解密。那份报告披露了习近平的姐夫温家宝的儿子、女婿等人早在加勒比群岛拥有秘密公司，也指出至少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富人和权贵利用海外离岸中心藏匿财富。当时中国境内媒体本来有参与调查，但临发表前夕受到警告，只好退出合作。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对这类高层财产曝光的容忍度向来是零。那次调查报道一样遭到大陆全面封杀，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民间对权贵资产外移早有共识。民间戏称一些高官为裸官，意思是配偶、子女和财产都已移至海外，只剩光杆一人在国内为官。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以致中纪委不得不出台规定，限制有此情况者升迁。但是权力者总有办法绕开规则，他们可以让家人保留中国籍，却一样把钱转出去，或者利用信任的代理人替自己持有海外资产。巴拿马文件的意义就在于首次提供了海量的权贵藏富证据，把过去捕风捉影的传言变成白纸黑字的档案摆在人们眼前。那么巴拿马文件所揭露的会不会只是冰山一角？许多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专家都持这样的看法。有人指出，香港一直是大陆权贵资金外流的桥头堡，大量赃款先通过香港的公司和银行洗白，再流向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瑞士银行等地。巴拿马文件只是涉及其中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档案，而中国权贵藏富的路线千万条，远不止莫萨克冯塞卡这一条管道。据估计，自2000年以来，中国通过非法或灰色途径流出的资金至少有1万亿美元，可能高达4万亿美元之巨。这些钱有的隐身于海外豪宅、游艇和名贵艺术品，有的进入离岸信托和家族基金，分散在世界各避税天堂。相比之下，巴拿马文件披露的不过是几十上百亿的零头而已。难怪有评论感叹，与其说巴拿马文件是给中国反腐送来武器，不如说是照出了一面镜子，让人们看到中国权力结构中腐败的冰山倒影。令人感慨的是，这些在海外呼风唤雨的大笔资金，其实都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红利的一部分，只是被极少数权贵攫取并转移。他们中有的是以权寻租，透过官商勾结瓜分国有资产，有的是靠垄断行业积累暴利，还有的甚至直接贪污受贿，把钱洗到境外。对普通百姓而言，这些钱本该用于公共建设、民生福利，却变成权贵的私人腰包。这正是为什么当巴拿马文件曝光时，全球民众会群情激愤。在中国，虽然民众未能充分了解到真相，但仍隐约意识到权贵们的双面人生，嘴上喊着为民服务，背地里忙着海外攒金库。正如陈天宗先生，前亚开行代表、经济学者所说，巴拿马文件最大程度地揭露了中国领导层的虚伪，在国内大谈特谈反腐的同时，他们自己及家人却在世界各地藏富。一位中国民主运动人士杨建立也指出，开设离岸公司或许未必直接违法，但关键在于这些财富的来源应被追问。如果这些钱来路不正，即便账户本身合法，也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背叛。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对这些疑问选择了压制，并没有展开任何调查的迹象。消息一封锁，真相也就无从深究。在巴拿马文件余波未平之际，2017年又有天堂文件曝光，2021年还有潘多拉文件问世。这些同为 ICIJ 牵头的全球离岸金融调查，陆续揭开更多权贵藏富的角落。然而，相较于巴拿马文件，后续的几波文件中几乎不再见到中共最高层亲属的名字。
这并不表示他们金盆洗手、安分守己了，而更可能意味着他们采取了更隐秘的手法来布置资产。或许是注意到巴拿马文件暴露了太多线索，中国权贵们纷纷转换管道，另寻高明。有人猜测，中共高层可能将资金从传统避税天堂转进更加严密的信托，或者干脆托付给国有企业出海投资的名目，以规避国际调查的视线。另外，中国政府近年来也加强了外汇管制和资本外流限制，某种程度上逼使权贵资金回流一些，但真正庞大的家族财富依然有办法游走于监管夹缝。例如，以前官员爱把子女送到美加澳等国定居，顺便掌管财产，如今则流行让子女留在国内，但使用离岸账户控资，或者干脆在境内培养白手套，替他们持有国外资产。表面上和官家划清关系，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腐败土壤和权钱交易的体制不变，中共权贵的海外资产网络就不会消失，只会更加隐蔽和复杂。总结来说，巴拿马文件犹如一次意外揭幕，让世人窥见中共顶层家族巨额海外财富的真实一角。在那张错综复杂的离岸资产网络中，一个个响亮的红色姓氏对应着藏富海外的秘密账户。它证明了坊间长久以来对权贵阶层的质疑。那些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领导人，他们的亲属正过着令人生畏的奢华生活，并将财富转移到人民触碰不到的境外。巴拿马文件曝光的始末，让我们看到中共高层在维护自身统治和隐匿财产之间的小心平衡。他们一方面高喊反腐口号，打击了一批又一批官员，另一方面对自己圈子里的财富问题却讳莫如深，相互默契保护。这种选择性反腐所暴露出的双标与虚伪，正是当代中国政治的一大悖论。巴拿马文件的故事告一段落了，但留给人们的思考远未结束。当红色贵族们在海外筑起金钱堡垒，国内的年轻人却可能还在为买房和养老烦恼。普通纳税人辛苦缴纳的财富有多少被权力者暗中席卷出国？这些问题也许永远无法有确切答案。在2025年之后展望未来，中国能否真正实现权力受监督、财产阳光化？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权贵家族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被彻底揭穿，让全民了解真相并讨回公道？亦或这张网将继续隐身于黑暗，成为一代又一代统治者的护身符？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表，但可以肯定的是，巴拿马文件给世人上了一课。原来权力的顶端还有另一套账本，那上面记载的数字足以让人瞠目结舌，而越是极力掩盖的秘密，往往说明其分量之沉重。这场曝光风波最终没有在中国卷起惊涛骇浪，但它在无声处敲响的警钟或许会久久回荡。当我们揭开中共顶层海外资产网络的冰山一角后，更深的黑幕如何，仍有待时间去揭示。我们将拭目以待，看谁还能再次掀开红色权贵财富王国的盖子。